小货车里，疲惫不堪的女孩不小心将头靠在了陌生男人身上。男人原本想叫醒女孩，可短暂思索后，竟又鬼使神差地将女孩揉进怀中。女孩惊醒后，第一时间向司机求救，可司机却听信男人的话，觉得是两口子吵架，最终更是眼睁睁地看着男人将女孩拉进草丛。此时的司机怎样都料不到，这趟顺风车竟会将他推进深渊地狱。韩英是一家餐厅的服务员，得知远在老家的表妹婚事将近，她向餐厅老板请了假，并搭上了前往老家的长途大巴。不料大巴在半路出了故障，无法再继续前进，乘客们只能纷纷下车另寻他法。韩英归家心切，便和其中一名男乘客拦下了一辆小货车，想要搭顺风车回家。司机将两人打量了一番，随即开口索要高额打车费。赶时间的韩英顾不得其他，立马把钱交给了司机。男乘客也跟着掏了钱。坐上车后，韩英松了一口气，旅途的劳累让她萌生了睡意。然而就是这一时的放松，使她陷入了危险之中。陷入沉睡的韩英不自觉地将头靠在了男乘客的肩上，这个举动顿时让男人产生了歹念，顺势占起了韩英的便宜。司机以为两人是一对情侣，也没多加理会。不一会儿，韩英睁开双眼，霎时吓坏了，急切想要摆脱男人的骚扰，可男人却愈发猖狂，开始对韩英上下其手。韩英惊恐地向司机求救，但司机依然不为所动，认为这两个人不过是在打情骂俏。直到激烈的挣扎逼停了车子，他才察觉到了不对劲。刚想询问情况，男人突然掏出一把小刀，让司机不要多管闲事。司机不敢轻举妄动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韩英被男人拖进田野中。万幸的是，韩英经过拼命反抗，最终有惊无险地从男人的魔掌下逃了出来。他朝着家的方向不停飞奔，总算是在天黑之际逃回了家中。然而还没来得及喘上一口气，就又被接下来发生的一幕惊呆了。韩英的母亲和三姨安抚着惊魂未定的韩英，三人纷纷咒骂司机见死不救，还怀疑他和那个男人是一伙的。正说话间，韩英的表妹慧娴走了过来，跟在她身旁的是未婚夫吴永达。可当韩英抬起头的时候，却赫然发现眼前这个男人竟是那个对她见死不救的司机。在场的人全都呆住了。我当时怎么求你啊？我求你救救我！我说过我不认识他，你为什么要跑啊？韩英声泪俱下地控诉着吴永达的罪行。吴永达也是十分窘迫，声称这一切都是场误会。当时他见韩英和那个男人一起上的车，全程都在卿卿我我、搂搂抱抱，就把他们当成了一对情侣。下车的时候，他才知道男人并非善类，但面对锋利的小刀，他也只能仓皇逃走，没必要因为强出头而丢了性命。听完吴永达的讲述，三姨表示理解。吴永达的做法是人之常情，他在这场事件中没有过错，韩英没有必要把气撒在他的身上。三妹，你话也不能这么说呀！你这么说，好像是我们小英故意去勾搭那个流氓似的。行了，别说了。吴永达的未婚妻慧娴听完大概后，对吴永达产生了不满的情绪，几人最终不欢而散。韩母斥责韩英的做法极为不妥，说就算他认出吴永达是那个司机，也不该当场说出来。慧娴的婚礼要是因此被搅黄了，两家人到时都下不了台。韩英闻言也很不服气，认为表妹嫁给这种胆小怕事的男人，将来绝对没有幸福可言。没想到这时吴永达又找了过来，想向韩英赔礼道歉，并拿来了韩英落在车上的行李。可韩英却没有丝毫原谅的意思，毫不留情地将吴永达痛骂了一顿。这下吴永达也被激怒了。韩英，我不告诉你，我给你面子，我给你赔个不是。我要不给你面子，我告诉你，休想娶我表妹！你瞎说什么呀？你瞎说！两人针锋相对，就此结下了梁子。原本祥和的家庭瞬间被阴云笼罩，每个人的心里都充满了不安。而围绕着吴永达和韩英的争端才刚刚开始，辗转了一夜的韩英早早就来到了慧娴的门前，想要和表妹好好谈谈。两人来到野外，韩英劝慧娴放弃和吴永达结婚的念头，觉得像吴永达这样的人，以后慧娴若是遇到生命危险，吴永达绝对不会出手相救。可慧娴却表示，吴永达在村里是出了名的热心肠，谁让他帮忙他都满口答应。韩英的事情确实是场误会，况且那种情况下吴永达都自身难保了，就算不肯帮忙也是合情合理。慧娴离开后，吴永达便出现在了韩英的面前，怒斥韩英胡搅蛮缠，存心要破坏他的婚事。想侵犯韩英的人明明不是他，韩英却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他的身上。不料韩英怒目圆睁，强硬的态度让吴永达吓了一跳。
他的口气立刻软了下来，放低姿态想要心平气和的交谈，却还是被韩英甩了脸色。你也知道求我呀？我当初怎么求你的呀？啊！吴永达一时间没了办法，而更让他担心的是慧娴离开时那犹豫不决的神情。此时吴永达没有想到，在韩英的一番言语下，慧娴对他的信任正在一点点出现裂痕。尽管慧娴嘴上反对韩英的观点，但内心还是产生了动摇。他不禁开始思考，如果自己遇到了相同的事，吴永达是否也会抛下他独自逃跑？三姨见状有些恼火，全村人都在等着喝两人的喜酒，慧娴却在这个节骨眼上胡思乱想。再说两个人都相处了1年有余，吴永达的为人大家都有目共睹，这等如意郎君可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。然而三姨的这番话却并不能化解慧娴心中的疑虑。而就在这时，本该是受害者的韩英，她的处境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。韩英的遭遇在不知不觉间传遍了全村，甚至还有流言称是吴永达险些强暴了韩英。韩母顿时责怪女儿，整天把这种不光彩的事挂在嘴边，害她要不停地向村民们澄清真相。韩英发现自己不管走到哪里，村民们或是用异样的眼光注视着她，或是用细微的声音对她评头论足。不仅如此，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也对她恶语相向，就连在家中，她似乎都成了一个外人。一家人兴高采烈地讨论婚纱照时，也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她，这一切都让她很不自在。很快，韩英发现了村里人对自己议论纷纷的原因。他们认为韩英年龄不小，却迟迟嫁不出去，从而嫉妒表妹嫁了一个金龟婿，自己行为不检点，招来男人非礼，反而迁怒于无辜的吴永达。这些闲言碎语让韩英瞬间跌入了冰窟。他认为是吴永达在暗中重伤他，于是便再次找吴永达理论。不料慧娴却再也忍不住了，罕见地对韩英发起了脾气。小英姐，好好的回来请你参加婚礼，你现在成天板着脸，在我们中间不停地说你被强奸那事儿，算是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非得闹这婚结不成你才高兴啊？矛盾无法解决，谁都没有心情继续筹办婚礼。三姨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便打算让韩英先回城里去，等过一阵子再让吴永达好好给他赔个不是。此时的韩英真是委屈到了顶点，所有人都站在吴永达那边，自己的遭遇却再也没人提及。或许回来参加婚礼这个决定本身就错了，他的出现将家里搅得一团糟。正如三姨所说，他是时候离开这里了。临走前夜，韩英再次来到慧娴的门前，向房间内的慧娴做出了忏悔。他不该整天把被强暴的事挂在嘴边，现在家里变成这副模样，和他脱不了干系。但他是真的怕慧娴嫁错了人，而不是像村民们说的那样嫉妒慧娴。说罢，韩英黯然神伤地离开了。门那头的慧娴听着姐姐的倾诉，也默默地流下了泪水。第二天清晨，韩英收拾好行李，踏上了回城的路。三姨感叹，总算把这惹事的姑奶奶送走了，要是继续让她留在这里，指不定又会在婚礼上闹出什么乱子。正发牢骚之间，慧娴却突然神色凝重地跑开了。即便韩英走了，他心中的心结却仍然没有解开。吴永达很是无奈，不明白慧娴为何始终不理解自己。明明他当时也有性命之忧，慧娴则心乱如麻，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一切。任谁都没有想到，韩英的离开并没有让事情就此平息，反而像一块石头丢进水中，掀起了越来越大的涟漪。吴永达的母亲得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，大发雷霆。他痛斥儿子铁石心肠，竟眼睁睁地看着未婚妻的表姐被恶人拖走。就算她不是慧娴的表姐，吴永达也不应该装聋作哑，拔腿就跑。吴永达闻言心里直犯嘀咕，慧娴已经不肯理他了，难道连母亲也要站在他的对立面？吴母直骂吴永达活该，就算结不成婚也是罪有应得。训斥完儿子，吴母专程来到三姨家中，向亲家郑重道歉。这时慧娴走了出来，对着吴母喊了一声妈。这一声呼唤让吴母悬着的心踏实地落地了。她知道慧娴已经原谅了吴永达，婚礼还是能正常进行。而被母亲训斥后的吴永达做出了一件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。吴永达来到一家餐馆，正准备借酒消愁，角落里的一桌客人突然引起了他的注意。只见两名男子正不断地劝一名女孩喝酒，其中一名男子竟趁女孩不注意，偷偷将迷药倒入了酒杯里。
吴永达想要阻止，可声音却被牢牢锁在了喉咙里。不一会儿，女孩倒在了酒桌上。吴永达眼睁睁地看着女孩被2名男子扶出店外，他想要做些什么，可双脚却如树根般扎在了原地，动弹不得。这一刹那，韩英的挣扎声和求救声贯穿了他的脑海，随即而来的是慧娴和母亲失望至极的表情。在良心的驱动下，吴永达不愿再重蹈覆辙，他在小巷里喝住了2名男子，并鼓起所有的勇气，谎称自己是女孩的哥哥，最终将2人赶跑。看到平安无事的女孩，吴永达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直到这时，吴永达才完成了一次心灵上的救赎，萦绕在耳旁的指责也消散无踪，取而代之的是赞许和肯定。他终于可以安心抱得美人归了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欢迎长按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